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这个新潮运动手登奥运，王一博也会。霹雳舞正式成为巴黎奥运会比赛项目，它是一种技巧性街舞，融合了多元文化，深受青少年喜爱。霹雳舞比赛要求运动员完成动作组合并即兴创作，评委根据技术、动作丰富度等打分。中国有3名运动员获得参赛资格。巴黎奥运会大家都看了吗？这届奥运会除了游泳、射击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传统比赛项目外，又新增了一项比赛——霹雳舞。说起霹雳舞，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或许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电影《霹雳舞》，亦或是舞王迈克尔·杰克逊的《魔性太空步》上。然而，这种看似小众、酷炫，甚至没那么严肃的舞蹈，今年却杀进了奥运会的赛场。这并不是霹雳舞第一次进入体育界，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它就已经是比赛项目之一了，甚至还有专属的宣传片。但霹雳舞正式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还是头一次。那么，霹雳舞凭什么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奥运会中的霹雳舞比赛到底都在比什么？霹雳舞是什么舞？先来看看霹雳舞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舞蹈。霹雳舞是一种技巧性街舞，英文名称叫做 breaking， 也称 street dance、b、boying 或 b、girling， 因经典动作主要在地面上完成，又称地板舞。霹雳舞最早发迹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自治镇的一场音乐派对上，唱片骑师 DJ 将2张唱盘的间奏拼接到一起后，创造出 breakbeat 这种全新的音乐。伴随这种音乐产生的舞蹈就是我们所说的霹雳舞。一开始，霹雳舞只是当地人自娱自乐的一种舞蹈，孕育在大街上，流行在酒吧间，和专业的比赛根本不搭边。直到1990年，全球第一个霹雳舞赛事 BOTY Battle of the Year 在德国顺利举行，霹雳舞从此拉开了发展的序幕。后来随着 Red Bull BC One Freestyle Session Battle in Shanghai 等霹雳舞全球赛事相继举办，霹雳舞才逐渐从嘻哈社区走进大众之中。霹雳舞的动作以旋转为主，翻身为辅，以手、脚、膝、肘、肩、胸、背和头等各部位为主要支撑点，贴近地面迅速旋转、翻滚，完成各种高难度的旋转动作。这样看来，霹雳舞是不是和武术、杂技有点像？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实际上，霹雳舞中有巴西战舞、爵士、摇滚、魔术、现代舞以及体操、武术的翻滚扑跌，也有非洲土风集会等不同体育及艺术形式的元素和动作，是多种舞蹈类型的结合。如今的霹雳舞主要分为 Top Rock、摇滚步、Footwork、腿部动作、Freeze、空中定格，以及 Power Move、力量型动作4种。简单点说， Top Rock 主要以站立步伐变换为主，其灵活性高，可变动度大。Footwork 指的是在地面上的一些复杂脚步动作和扫腿动作等，也包括腿部的摆动动作。Freeze 是舞者将动作瞬间定格，保持静止的姿势。最后一种 Power Move 使用身体不同部位，例如头、手、肩等，作为支点和地面接触，撑起整个身体，然后进行复杂的身体旋转。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参赛选手的脚几乎不接触地面。从具体动作可以看出，霹雳舞是一种充满律动活力和个性的舞蹈，
能够入选成为奥运会项目也和它本身的特点密不可分。SWOT 模型是预下霹雳舞入选巴黎奥运会的发展研究一文就运用模型分析了霹雳舞的诸多优势。其一，霹雳舞具有独特魅力，不仅观赏性高，艺术性还强。它集力量、速度、耐力为一体，技巧动作酷炫，音乐节奏愉悦欢快，这就让霹雳舞既有表达个人特性的肢体语言表演，也有音乐的节奏感和参与群体的氛围互相配合，因此具有非常高的观赏性与艺术性。其二，霹雳舞包容性强，体现出多元文化的融合，并且深受青少年群体的喜爱。霹雳舞自发展以来，取材较为广泛，吸收了各国的舞蹈艺术特点，风格多样。再加上跳霹雳舞的群体大多为年轻一代，舞蹈的不受限和自由发挥正是当代年轻人所推崇的更创新、更年轻、更开放的个性理念，这恰好符合2024巴黎奥运会摄像调整主要思路之一，关注年轻人。另外两个分别是精简办赛、性别平等。而参加今年巴黎运动会的其中2位中国运动员刘青一和齐翔宇就是2005出生的小孩姐和小孩哥。那么，霹雳舞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走进奥运会赛场的？霹雳舞的进阶之路。霹雳舞闯进奥运会的故事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闭幕式表演上，200名舞者面对10万名观众跳起了霹雳舞，可以说这是霹雳舞第一次和奥运会结缘。34年之后的2018年，霹雳舞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项目，虽然只是青年奥运会，但也算是往前迈了一大步。2020年12月，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 IOC 正式宣布霹雳舞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比赛项目。至此，霹雳舞总算终于成为奥林匹克大家族的一员。那作为奥运会的新项目，霹雳舞具体的比赛规则是怎样的？霹雳舞者在进入奥运赛场之前，要先通过一系列的比赛选拔，通过后才算是拿到了奥运会的入场券。就拿今年的巴黎奥运会来说，霹雳舞运动员分别从奥林匹克资格系列赛、洲际运动会、洲际锦标赛和2023 WDSF 世界锦标赛中选出，最终只有32名霹雳舞者，男女各16名，获得2024年巴黎奥运会参赛席位。我们中国国家霹雳舞队一共有3人获得2024年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分别是女子组的刘青一、曾莹莹和男子组的齐翔宇。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霹雳舞比赛包括2个单项，男子和女子。男性运动员称为 B-Boy， 女性运动员则为 B-Girl。运动员要在比赛中完成自己的动作组合，包括风车 windmills 属于 power move 6步的6 step 属于 footwork 和定点 freezes 等。完成基础动作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考验更大，因为它还需要运动员即兴创作。大多数运动项目都是只要认真完成规定的动作就好，比的是动作到不到位，够不够标准。而霹雳舞则不同，它虽然也有相应的动作要求，但还看重二创，说白了就是考验运动员现场 freestyle 的能力，个性化特征尤为明显。霹雳舞运动员比赛的舞曲是由 DJ 决定的，舞者需要根据不同的音乐来即兴舞动。这有点像命题作文，有了题目，音乐怎么写，舞就看个人发挥了。但这也不能乱发挥。霹雳舞是一个打分项目，采取 Trivium 原则，拨盘式打分，
也就是评委在比赛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变拨盘的具体数值。根据奥林匹克委员会官网消息，评委主要考察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丰富程度、完成度、音乐性和原创性5大指标，每项指标分别占20%的比重。这也就意味着运动员要根据音乐来设计自己的动作，形成自己的风格。在有限的时间内编排动作，还要和音乐对得上，5个指标都得考虑进去，难度可想而知。在赛制方面，霹雳舞运动员通过斗舞及一对一对决 battle 一较高下。以女子组比赛为例，选手会被分为4组，每组4人，先进行小组循环赛，每组前2名晋级1/4决赛。进入1/4决赛的8名选手将根据排名确定对阵，排名过程为第1名对阵第8名，第2名对阵第7名，以此类推，每轮比赛胜者晋级，败者淘汰，直至冠军产生。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循环赛还是淘汰赛，每一场比赛均由3轮组成，每一轮先由1名运动员表演60秒，而后第2名运动员进行回应，这个过程需要重复3轮，最终由裁判组判定获胜者。至于为什么霹雳舞只限定运动员表演60秒，或许是因为霹雳舞比赛属于高强度间歇运动，不同动作的切换速度很快，有些动作还需要迅猛发力，跳完一场下来其实并不轻松。如果一场比赛真是要跳10几分钟甚至更久才结束的话，可能赛还没比完，人就先累趴下了。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